我们这个系列是讲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些奇人异事。今天呢，咱们说到这个人呢，名字呀，这俩字您不见得认识。你要看我们屏幕下方这俩字，它读音叫嫪毐。说谁是嫪毐呢？有的观众朋友有印象，说我看过王志文演过一个什么电影，好像他就演个叫嫪毐的。嫪毐，小陈在，听说你要做我叔叔了。都是母后和相国的主张。说这个人好像是秦始皇他妈的情人。说这嫪毐怎么是秦始皇母亲的情人？咱们以前有一期节目说到这个吕不韦，讲了这段。这个时候赵太后，就秦王嬴政登基的时候呢，赵太后还不到30呢，她耐不住寂寞，本来跟吕不韦就是老情人关系。可是时间往后拖延，吕不韦发现不对劲儿。为啥？第一个，这个秦王嬴政一天天长大，16、17、17、18大小伙子了，他担心哪天呢，这嬴政突然间琢磨过味儿来，对他下手。再一个，这个赵姬呢，不是当年跟他的在一块过日子那小妾了，人家是王的母亲太后。那哪天一旦伺候不到位，一转脸把他宰了，那玩似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吕不韦就想个主意，我得让这铡刀别总在我脑袋上悬着，我得偷梁换柱，找人替我。找谁来呢？就找到今天我们要说这位嫪毐。也就是说，这吕不韦是拿这个嫪毐当棋子，偷梁换柱，免得自个儿身遭不测。但是可惜的是呢，这个嫪毐呢，作为一个棋子呢，他没那么大能耐。到后来他膨胀了，这一膨胀惹出很多祸端，甚至把吕不韦都带进去了。咱们今儿就说说这个中国历史上的奇人嫪毐，他的奇特经历。何许人也呢？就是个市井无赖，小混混，市井小人，没什么能耐。但是他有个优点，身材魁梧，长相英俊，特别有男人魅力。搁现在话说，这就大帅哥。他这个长处被吕不韦发现，每人一锭金子，都出去吧。吕不韦说，我要找人替我伺候赵太后，这得必须是长得英俊的，而且身子骨得好的，这才能替我。所以他一打听，有人告诉他有这么个嫪毐是这样人，他就盯上。这时候吕不韦正担心，你说我天天往这后宫里跑，我不去赵太后还不干，我去了哪天这小皇帝发现了怎么办？正着急呢，一看有嫪毐这么人，赶紧收入帐中，打发人把他叫过来，说你不是无业游民吗？我给你份职业，你先到我府上来，打个杂喂个马干什么的，我给你高工资。这嫪毐一看有这好事啊，给相国伺候他太好了，进到吕不韦府上了。如今相邦辅国，为大秦呕心沥血，日理万机，无暇顾及他事。如若相邦信得过小人，小人愿以阉人身份入宫，为相邦效犬马之劳。结果就这个消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跟插上翅膀似的。你别忘了，官员的家眷会经常和太后有沟通，就把这事儿就跟太后就说了，在吴为家里见一个那个漂亮，那个肌肉块，哎呀，好逼人。这太后一听心思活动了，还有这等好事啊！把吕不韦找来，我问你啊，说你府上有个家奴，我听说叫嫪毐，长得也漂亮，身条也好，你哪天让他进宫我看看。吕不韦就等这句话，就等太后说这话，一看这事有门了。太后这样随便弄一个家奴进来，这玩意儿好说不好听，您稍等等，容我想想办法，用合理合法的方式把他送到你身边伺候你，你看怎么样？赵太后这时候你赶紧办去，我都等不了了。就这么着，吕不韦回去，他想了个办法。为什么呢？你把一个男人送到后宫，这是犯大忌讳的事儿。你看为什么后宫都太监呢？他一个重要一点要保证血统纯正，这些女人都是皇上的女人。那如果要有其他的有性能力的男人进去，万一男女之间有染了，生下这孩子，后宫嫔妃生的算谁的？所以说这时候吕不韦得想个办法。他想到的什么呢？当时有种刑罚叫腐刑，腐烂的腐，
咱们很多人一听这种说司马迁就腐刑，对，腐刑是什么？就是等于把男性的生殖器官都割掉，作为当时一个非常残酷的刑罚。这个腐刑要完成了，那不就真成太监了，就好办了。所以吕不韦设计了一个方式，让这个嫪毐呢在闹市，很多人都看着啊，当众调戏妇女。按照大秦律法，当众调戏妇女者，这时候吕不韦带着家丁，你调戏妇女，大伙都看着，抓起来腐刑，然后再塞给这个腐刑执行官员钱。你呀，别给他真割下去啊，比划比划就行了，你别真下手。就这么着，在法律上说通了，他受了腐刑了。我什么时候能进宫啊？我呀，真的该办善了。你必须得混过1个月的养伤期，要不会露出马脚。在这1个月里，必须练的比真宦官还宦官，记住了吗？哎呦，说他怎么还长胡子？笨蛋，把胡子都给他拔起来了，得，就这么的把这嫪毐胡子都给拔起来，腐刑是一动没动，这不就成了假太监了吗？以这个名义送到宫里来，说是说到后宫干些力气活，天长日久就伺候太后了。就这么着，嫪毐一步登天进了宫里头。赵太后一见他，喜欢的不行了，一看你这好啊，年轻漂亮，比那吕不韦糟老头子强多了，我早就不想要他。两个人整天是如胶似漆。这嫪毐也知道这个事情很重要，一步登天了，也是全心全意的伺候赵太后。史书里记载这段很有意思，就用了仨字，说赵太后怎么对嫪毐叫绝爱之。说白了，爱他都爱他绝了，是的，就喜欢的不得了。别转了，别转了，别转了，我头晕死了。哎呦，快放下来！哎呦，哎呦，我晕死了！哎呦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嫪毐在宫里头一下子成了赵太后的心尖宝贝。所以天长日久呢，他在赵太后这吹枕边风。当然，他吹枕边风呢，这赵太后得喜欢他，喜欢到什么程度呢？俩人时间长在一块生孩子了。儿子，我有儿子了，我有儿子了！太后，嫪毐，谢谢太后了。生了俩孩子，你说这俩孩子怎么算？名不正言不顺，不知道师傅，这就能看出赵太后得多喜欢这个嫪毐，因为这个事儿是冒很大风险的。你这皇上他妈太后，突然间皇上都死多少年了，你给皇上生俩弟弟，哪儿来的？是邻居王大爷的吗？你得问他这事儿啊，好说不好听啊。所以这说明他很喜欢嫪毐。可是这嫪毐呢，他心态和以前不一样。为啥不一样？他过去看吕不韦，那都吓得不得了。为啥自己个儿主子一不顺心把你给弄死了？贱人，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。这里不是邯郸歌舞坊，告诉你，这里是相邦府，容得了你这么猖狂吗？少给我惹麻烦，听见没有？小的记下了。去到后房领点赏金，滚！是。这回进了宫了，跟秦王嬴政的母亲成了情人关系了，他这胆儿就大了。这个嫪毐恃宠而骄，开始给太后吹枕边风，说太后，你看我这么用心伺候你，我现在还是个下人，你在宫里都没地位，你能看我一天这么憋屈吗？我这不生的伟大，活的憋屈吗？你给我想想办法。这太后真给他使劲。相邦给我推荐的人不错。太后是说，嫪毐，如果能封他个侯，封侯？哼，根据大秦祖制，阉人是不能够封侯的。你说什么？太后，他是个阉人，阉人是不能够封侯的。他是个阉人，我今天才知道嫪毐是个阉人。相邦，你可真会开玩笑。我不管他是什么人，可他是我的人。封他为长庆侯，在山阴一带封地，
把太原封给他，就现在山西省会太原，当时就封给了嫪毐，所以太原有个古称叫矮国，就嫪毐的封国，就这个地方封给了嫪毐。嫪毐还又是长信侯，这一下抖起来了，3000门客，宾客如云，我就势力越来越大。只要你喜欢，这些美人啊，我全都送给你了。那可使不得。侯爷的美人那使不得。咱们是朋友，朋友如兄弟啊！对，如兄弟。美人如衣裳。我送你件衣裳，算得了什么呀？对，算不了什么。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得意忘形嫪毐。老梁故事会是由中国酒国汾酒独家冠名播出。这势力一大了呢，他甚至跟吕不韦都形成竞争关系。你倒真有点心机，都快赶上吕相邦了。哎，咱可不敢跟相邦比，他是谁，咱是谁？咱是坊子里混出来的。咱不假装高贵，冒充多有学问，找一帮子人编什么《吕氏春秋》，还不是给他自家那儿歌功颂德嘛。这个竞争体现在哪儿呢？当时这个秦国越来越强大，周围的国家都怕他出兵来打自个儿，所以想办法割地赔款呢来求和。那么你求和，你不能直接就是像秦王说我要怎么地，你得有个中间人引荐。说白了，秦国当时牛到什么程度？你给我送钱我还不理你呢。所以当时谁来引荐？以往都找吕不韦。后来有的国家，你像这个魏国呀，像燕国呀，咱们看以前咱说荆轲，说燕太子丹要刺杀秦王之前，为了表达诚意，就曾经托人向嫪毐送了一块玉佩，就你给当个中间人。都知道这是秦始皇他母亲的情人，搭这桥那近人啊好办呢。这玉是君王用的，太子丹送我这么一件礼物，是想让我掉脑袋呀？不过太子的好意不能不领。所以当时呢，像魏国呀、什么燕国这些国家，想要割地送钱儿，都去找嫪毐，都知道他这条道比这个吕不韦这条道近。你看，由此可见，他跟吕不韦这时候已经形成竞争关系了。吕不韦一看这小子胆儿肥了，但吕不韦一琢磨，我也别跟他较劲了。现在赵太后完全站到他那边了，我要真跟他闹起来，我也没好果子吃。所以嫪毐这一阵在朝廷里边那个横啊，谁也不敢惹他。可是他这个能力，他毕竟是个市井小人，混混出身，他没有政治韬略，也不懂韬光养晦，时间长了一骄横，就难免出问题，最后就让人给告发了。为啥？他原来是个小人门里的，现在在长信侯位置上，这个人红是非多，有人就得琢磨你，一琢磨你就得调查你历史，就把这根给挖出来了。他是怎么被告发的呢？这个历史记载的很详细。说有一天呢，这长信侯呢，嫪毐在自己的府地呢，请这些官员吃饭。吃完饭说玩一会儿吧。玩什么呢？就当时的赌博游戏，搁现在来说就推个牌九，打个麻将，玩这个。那这个赌一动手，这人就容易着急上火。嫪毐，你想干什么？刚才几局不算，因为你算手脚，对吧？你胡说！我可没喝多，把银子还我，恕不奉陪。他来气了，你这个阴人，跟谁这么说话？要欺人！你胆儿也太大，你敢跟我这么说话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吃了豹子胆，竟敢在太岁头上动举！我嫪毐是当今大王的假父，收拾你这个臭文人，就跟捏死个蚂蚁一样。我乃秦王嬴政的假父，不识泰山，就假爹。假父在当时啥意思呢？就是后爸干爹的意思。吕不韦当初被封为仲父，仲父什么意思？就二爹，其实也就二叔。那只是说呢，这个一人死得早，你还小，我作为相国，我就相当于你父亲一样。你看这个诸葛亮那时候，刘备白帝城托孤，还管这个让刘禅管这个诸葛亮叫相父呢。就这个意思，没出格。可是他一说这假父，这可出格了，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就是后爸干爹的意思。咱现在也知道干爹这词儿不好听，这是。
所以他一说我是嬴政的假父，等于把这事挑明了。满朝文武都知道这个嫪毐长信侯和赵太后的关系，可是也都知道这事犯忌讳，谁都底下议论，面上不好提。哪想到他如此骄横，当面说了：“你知道我谁吗？我跟秦王嬴政他妈，我们这关系。”借点酒劲说出来，这下子文武互相之间一看，相顾失色呀，这胆儿也太大了，这多犯忌讳的事儿！因为这个时候秦王嬴政已经是17、18岁，啥都明白了，他耳朵里头都灌满了有关他母亲这搞不正当男女关系这个，对这嫪毐也都是愤恨已久。爹爹，所以这时候嬴政其实一起杀心，要收拾嫪毐。嫪毐那边也知道这话说出的话泼出的水回不来了，他也后悔，他也恨自个儿嘴上没把门的，但到这个地步他知道如果再不下手，自个儿末日就到了。他抓了一个时机，就是秦王嬴政入关之礼在咸阳以外的地方举办，那么这成人礼不在咸阳，咸阳就空虚。嫪毐抓住这时机，以自己的这个号令命令自己手下，再加上动用赵太后这假太政，集结了一些乌合之众，浩浩荡荡要向这个秦王嬴政这进发，以平叛的理由，其实就是等于最后发动兵变，要把秦王弄死。这个时候嬴政早有准，嬴政说我要是先下手拿你，大伙说什么都有，他和我这母亲之间有男女关系啊，我才整他。这好说不好听，所有人听都这秦宫里这乱七八糟什么事儿？对，所以嬴政想先下手呢，碍于面子不好听。这回你主动平叛了，可找得着，他早就等这一天，下令吕不韦我收拾他。吕不韦也等这天，他也恨这嫪毐。最终结果呢，把这嫪毐五马分尸，过去叫车裂。说白了，这5匹马拉着车，各一个绳拴到你脖子上，2个手2个腿上，然后向几个方向同时用力，整个给你活裂开了。这嫪毐深受车裂之刑。他和赵太后生这俩孩子，真儿，你我那麻袋里活活摔死。然后赵太后呢也给他牵得远远的，意思反正你是我母亲，我不能怎么地你闭门思过吧，你就滚远点吧。所以最后弄出这么个结果，而且这个是牵连朝中大臣20多个人，最后被这皇上给处死。最后又牵连到吕不韦，为啥？这人怎么进的宫啊？他明明是太监，怎么是跟赵太后生俩孩子？这根在哪儿？往前查，那哪经得住查？3查2查，此人乃相国吕不韦所见，他推荐的，这还了得？你想干嘛呀，吕不韦？本来这嬴政就对吕不韦以前这事知道，想找机会报复，哎，正好逮住。罪人吕不韦叩见大王，大王万岁，万岁，万岁！宣正，经查实，吕不韦长期结党营私，豢养奸佞，纵容淫乱，毁我法度，勾结叛贼，颠覆秦国，弑君谋篡。在被贬期间，又贼心不死，投敌卖国，罪不容赦。现判以车裂，立即执行。所以这吕不韦机关算尽，太聪明，妄想偷梁换柱啊，驱虎吞狼，疑惑东吴，把这祸事引到嫪毐这，没想到嫪毐这自己扛不住自己这身份，一天一天膨胀，闹出这么大祸事了，反将祸水引回到吕不韦身上。所以历史说吕不韦是机关算尽，太聪明，反误了清廷性命。其实根源在哪儿？在这个嫪毐，你自己没有那能耐，你就是个市井小人，给你捧到这么高位置上，你哪里有这种政治智慧？结果你非要在官场上拔个尖儿，耍个横，最后把自己都带进去了。所以咱们每个人呢，得清楚自己吃几碗干饭，几斤几两。真给你放到那位置上，你干不了，不仅不是抬举你，还是害你的。所以说嫪毐到那位置是吕不韦给推上去的。嫪毐自我膨胀，害了自个儿不说，反而反过来
还把他推到这个位置上的吕不韦给带沟里了。所以人呢，最需要做的是清醒的认知自己到底几斤几两，不能在不合适的位置上干不合适的事情。我们这个系列要给大家讲述一些中国古代的奇人异事。咱们今天讲这位奇人呢，叫吕不韦。这个名字很多人熟悉，说这知道，当初这个秦国的算宰相吧，丞相一级的人物。还据说有人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其实是他的儿子，说是他生的。反正这个历史传闻了，神乎其神。而且吕不韦这个人呢，给后代留下本书叫《吕氏春秋》，有个掌故叫一字千金，就是从这儿来的。那么吕不韦作为奇人异士，他到底有哪些出奇的地方呢？咱今天就讲讲这吕不韦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奇货可居，传奇商人如何玩转官场？祸乱宫闱，秦始皇的生父究竟是谁？一字千金，吕氏春秋真有那么牛吗？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吕不韦是怎样走上一条不归路？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机关算尽吕不韦。要说形容吕不韦呢，用《红楼梦》里一句话是最恰当的，叫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误了卿卿性命。这是《红楼梦》里说王熙凤的。吕不韦本来是个生意人，可他没有在生意场上走多远，他就开始投资政治，投资皇权，想在政治领域里分一杯羹。这个吕不韦啊，是魏国人，就保家卫国这个魏国人。但是他呢，不在自己这个国家待着，他各地方跑做生意。那做生意人嘛，四海为家，倒卖的，哪个地方都走。有这么一段时间呢，他在赵国做生意。赵国的都城呢，邯郸，就现在河北省邯郸市。他在邯郸做生意。当时邯郸是赵国的首都。有一天他在大街上呢，正指挥人搬东西往那儿搬，从库里头搬什么，正指挥这功夫呢，从那道上过来一辆车。一看这车呢，离远看挺大挺气派，再往近看呢是破破烂烂。再一看车上插一根旗上面呢用篆书就大篆。我们知道秦统一六国之后改大篆为小篆，用大篆字体写了个斗大的秦字。他明白了，原来这个车上坐的是质子。当时秦国在赵国的质子呢叫嬴异人，嬴咱都知道，王口越女凡。他是谁呢？是当时秦王秦昭襄王的孙子，是秦昭襄王的儿子，当时立为太子的安国君的儿子。当然他不是大老婆生的，是安国君小老婆生的，过去叫庶子。顾存钱，我是王孙，我不能每天都吃这种饭。你是王孙？好，我给你加餐是，你不是要加餐吗？你想想这个嬴异人在赵国日子能好过吗？那两国和平点，我优待你，你优待我，这种情况下，反正没大规模侵略，我也不能杀你。赵王对这个嬴异人的态度是一天不如一天，待遇是一降再降。在下听说赵国扣有秦国的人质，秦国这样大举的进攻，他就没有一点顾虑吗？这个人质叫嬴异人，他只是秦国20几个王孙中的一个。如果秦王真想灭掉赵国，我想他不会在乎这个王孙。所以这吕不韦一看，这是秦国来的那个质子，有王者之气，我可以利用他。他这样破破烂烂，正好是我结交他好时机。这时候吕不韦就琢磨了，我在他身上投资，你想他混到惨的这程度，有我这样人拉他一把，他不得感恩戴德吗？将来他万一秦国身登大宝，要得了势了，那我可不得了，我还做什么生意啊？所以这个时候吕不韦动了心思了，还想什么办法呢？这嬴异人天天有人看着他嘛，吕不韦就买通了看着他这人。在下吕不韦特来拜见将军，今天背了点薄礼来给将军赔罪。将军要是不嫌弃，能不能和在下交个朋友？很快他俩就见面了。吕不韦就是带着厚礼去见这嬴异人。
这营地人也没见过这些好东西，你想在赵国一天活的人不人鬼不鬼的，有人待见他不错了，很热情，俩人就聊上了。这吕不韦就说：“我跟你商量个事儿，咱们俩合伙。”说合伙咱干嘛呀？这个秦国天下你一半我一半，因为你疯了，这事儿谁能干了？你能干了，我能干了。你看你听我说完呢。刘备说：“这样，秦王年事已高，你父亲安国君虽说生了你们20几个兄弟，可是他专宠的华阳夫人却至今没有给他生下一儿半女。你父亲现在已50有2了，对20几岁的华阳夫人更是言听计从。你若趁此机会认华阳夫人为母，就可能被立为嗣子。一旦你父亲登上王位，凭借华阳对他的影响，也必能被立为秦国太子。到那个时候，登上王位就迟了。我呢，出钱出力，你甭管了，你就出你这人就行。有朝一日我能给你弄回到秦国去，当上秦王，你天下得有我一半，你至少我得是个丞相。只要王孙跟我默契配合，我愿倾尽全部家业为王孙到秦国奔走，成就大业。若是如方才所言，我们一旦得手，我营地人日后定和公子共享天空，绝不反悔。俩人定好了，接下吕不韦出手很大方，先给了营地人一大笔钱，用这钱干嘛呢？结交当地的文人墨客，有名望的人，给你攒点声望，让这些人说你点好话，这名声对你将来有用啊。这是一个。另外，吕不韦拿大笔的钱到秦国活动去，说这钱给秦王就能把这营地人弄回来，那不是。吕不韦知道这个事儿要不走身边最近的人是成不了的。他拿大笔的钱买了各地奇珍异宝，给谁呢？华阳夫人。说华阳夫人是谁呢？是异人他爸爸当朝太子安国君最宠幸的一个女人。得宠归得宠，华阳夫人有问题，没孩子，生不了孩子。所以这时候吕不韦呢，跟华阳夫人一接近，给他送了这么多，你看这爱马仕，这路易威登的，女人都喜欢这，接受了。跟吕不韦见面，秦王已经年迈，安国君一旦继位，立谁为太子，就关乎到夫人下半生的荣辱安危。安国君他现在已年过50，夫人若能从他20几个儿子当中选出一位贤教之人立为嗣子，之后夫人便可无忧无虑地保住太子妃、王后乃至王太后的地位。否则，一旦安国君另寻新欢或归西而去，你想想吧，夫人，你丢掉的不但是后半生的荣华富贵，只怕是连性命都岌岌可危，因为那些不受宠的妃子们都恨不得杀了你。你给我说了这么多话，是不是想让我收一人为子？正是如此。这华阳夫人一琢磨，可也是。而且安国君原来宠信那几个儿子呢，死的死，犯事的犯事。有一位他最宠爱的儿子眼睛还瞎了，更没戏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安国君也不知道该立谁好了，华阳夫人就吹枕边风。父亲对我的情谊，华阳哪能不知道呢？可是父亲应该为我想想啊！我不会生养，我就想认这人为嗣子，那我就终身有靠了。你比我大27岁，你要是老了，我靠谁呀？我又没说不让你认一人当嗣子，我得一步一步跟父王交涉。这个安国君接替秦昭襄王继位，继位之后安国君死了，这营邑人就上台了。上台呢肯定得回报吕不韦啊，封吕不韦为当朝丞相。这下吕不韦可发透了，权倾朝野。这个过程呢，前面还有吕不韦埋下了一个重要的一个伏笔。吕不韦也不是傻子，他也琢磨了，说我跟他虽然定了个合同啊，他回秦国当皇上有一半天下是我的，他要忘恩负义背信弃义怎么办呢？他就从华阳夫人给安国君吹枕边风这事得到启示，说我再安排个人到营邑人身边给他吹枕边风，这事就把握了。吕不韦就在各个地方找着漂亮女的，
最后找到了一个舞女歌妓，历史上没有写明她叫啥名，就说她叫赵姬。赵姬什么意思？就赵国的美女。其实她是没名字，叫赵姬。就这么把这个赵姬啊从后宅叫回来。赵姬在当庭开始跳水，哎呦，当时赢异人就傻了，瞪眼睛看，眼珠都不带错的。跳了一会儿呢，说你退下吧。有人站起来，走啊，还看呢，你觉得漂亮？还挺漂亮。有人说，李先生，我跟你商量点事。就虽然说君子不夺人之爱，我太喜欢他了。你看你这三妻四妾，你也不差这一个，我这一天就在这干靠。哎呀，你能不能把他给我？吕不韦一听，勃然大怒，这装的。徐公子，你把赵姬送给我吧，我要他。今日我告诉你，朋友之妻不可夺，你听说过没有？可是他不是公子妻啊。停了停了，将之乎马。公子，公子，今天就到这儿了。云娘，你照顾赵姬回房休息。司马，你答应越人收拾场面。是公子。这时候这赢异人也急了，你不是想跟我合作吗？我回去当了王，我才能把天下给你一半吗？现在我就患上相思病了，这女人我非要不可，没她我就得死去，我死了你投资白投了啊！你想想。吕不韦假装可也是，行啊，我帮人帮到底，送活上西天。既然你现在这么苦闷，我就把我小老婆给你了。可有一样，给你是给你了，这个人也是我的心头肉，给你之后你一定要善待他，将来你要有当王那一天，一定要把他封为王后，你俩的孩子世世代代的就是秦国之主，行不行？这一人还哪想那么远呢？火烧眉毛过眼，行，我都答应你，你把他给我就行。就这么着，这赵姬就跟了赢异人。王子，我把新娘交给你了，愿你们相亲相爱，百年好合。这个历史上啊就有这样的记载，就说这个过去之前呢，吕不韦和这赵姬同房，已经身怀有孕了。说嫁过去之后，说咱们有这常识的朋友都知道，说10月怀胎，一朝分娩，你不够月数，说这个时候就出现这问题了。你怀了吕不韦的孩子了，你跟赢异人在一块过，你要生孩子，人家也不傻，一算不够月数，这不是我的这孩子，他肯定生气呀。吕不韦安排好了，这个孩子怀了8个月多月的时候，这迹象都出来什么呢？按照这个前面月数算就该生了。这天吕不韦就安排说派几个人过去伺候一下这个夫人。这正好外头下大雪，说外头雪景好啊，我出去赏雪吧。赏雪，啪嚓滑跟头摔地上，这都故意的。回来找大夫一看，说摔够呛，哎呀，跟赢异人说你家夫人动了胎息，怕是要早产。哎，把这谎就圆回来了，要早产，就说这孩子要提前出生。结果这么一来呢，这孩子生下来呢，赢异人不疑有他，觉得对，这是我儿子。这个呢，就是后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秦始皇，取名叫郑，政治的郑，因为他姓嬴嘛，后世叫嬴政。会咬人的。所以这个时候，等到这个赢异人回来秦国了，替自个儿爸爸安国君当了这个秦王以后，封吕不韦为丞相。结果这个赢异人呢，没过3年就死了。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机关算尽吕不韦。老梁故事会是由中国酒会汾酒独家冠名播出。在这阵儿呢，这个赵姬不甘寂寞，为啥？老公死了，她岁数不大，因为那时候这女的结婚都早，儿子嬴政13岁，这时候赵姬多大呢？30出头。他这个时候他是耐不住这个后宫寂寞，这俩人啊，据说就旧情复燃，又勾搭到一块儿了。这个事持续了几年功夫，这个嬴政可一天天长大了。这个长大，这孩子他就琢磨这事儿了。一个是呢，一长大了他想亲政，想自己掌握权力。最大的障碍是吕不韦，自己这个二爹，这仲父，他管朝政，所以早就想把他拱下去。我来这管这个秦国，
本来是呢，嬴政呢是想咔嚓，可是问题吕不韦这些年经营的势力很大，朝廷上所有人都给吕不韦说好话，而且吕不韦当时名气还大。他名气大在哪儿呢？他呢让自己手底下门客写本书，叫《吕氏春秋》，不是他写的，门客写的，写完署他名，《吕氏春秋》。说这本书呢写的那是字字珠玑，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一般，掷地有声。他把这书呢挂在城门上，就你们过往的人呢可以看，因为那会儿没有印刷术，都竹简嘛，一联一联的你看。你要能挑出一个字毛病，就是能给我动一个字，我赏你1000金。所以后世叫一字千金。说这一字千金，这有没有人领这赏呢？谁敢呢？啊，你挑伟大领袖一个字毛病，你不要命了。所以这一字千金越传越响，吕不韦能耐大，名满天下。所以这嬴政也对这个事儿啊有所顾忌，就是我要真杀他呢，恐怕很多人不服。行啊，你回你封地待着去。这吕不韦回自个儿封地啊，还不太知道收敛，天天大宴宾客，结交天下豪士。时间一长，嬴政怕他造反，说你凭什么当文信侯？你还当我仲父？你跟我们有什么血缘关系？你还在那一天不知道收敛？监诏，经查实，吕不韦长期结党营私，豢养奸佞，纵容淫乱，毁我法度，勾结叛贼，颠覆秦国，弑君谋篡，在被贬期间又贼心不死，投敌卖国，罪不容赦，现判以车裂，立即执行。慢！本王念你有功，则即日再执行车裂。干脆吧，你呀也别在封地待着了，你迁到蜀地去了。就现在四川那个地方，在当时不是啥好地方，有不少人流放到那，你到那儿待着去吧。这吕不韦知道自个儿大难临头了，是迁到蜀地去。司马迁在书里写不为迁蜀，事传吕览。他到那之后很收敛，把《吕氏春秋》呢，就是整理整理，再重新改编改编。可是这个时候嬴政已经决定要杀吕不韦，因为他活一天，他心里头就犯膈应。为什么？这外头指指点点的，他吕不韦儿子，人到岁数一大，这个尊严就上来了。所以隔三差五就派使臣过去，搁小话敲打吕不韦。最后吕不韦一看，我死也得死，不死也得死了，最后是饮鸩酒而亡，自杀。大王，吕不韦和王太后已双双在大郑宫立阵自杀身亡。自杀身亡？有的人说，你说半天，正史上可没见多少记载他吕不韦跟秦王这个关系。史记里是这么记载，有人说史记司马迁听了野史，这是道理的。因为在史记之前呢，关于春秋战国的记载，没有一本里边记载了说这个嬴政是吕不韦儿子。但是嬴政后来决心独断朝纲，想杀吕不韦，这可确实是天下皆知。说后朝为什么传的这么厉害呢？说司马迁都把这事儿说他有血缘关系都写到史记里了呢。一方面呢是秦灭六国之后啊，六国很多人咬牙切齿，恨秦国，恨秦国就想编排他一些不是，来糟践糟践他，来获得一点阿 Q 式的心理安慰。所以说那嬴政不是秦国人，那是吕不韦儿子，那是乱搞男女关系的孽种，其实就是糟蹋秦王来获得心理平衡。再有一个呢是到了大汉时候，我们知道刘邦死了之后，吕后专权，吕后专权的时候呢，就把这事抬出来了，意思是我们汉天下自守而得，灭秦而得。你知道秦始皇嬴政是谁吗？吕不韦的儿子，就天下从一有皇帝就是我们老吕家的，所以吕后抬出这个事儿来，所以这才使后世对这事儿越传越神。但甭管是正史也罢，野史也罢，你从吕不韦这事儿就看出来，他作为一个商人，不走寻常路，去投资政治，获得了成功。可如果他不投资政治，他就做他的商人，富甲天下，那可以说一定会得以终老，善始善终。
就他的日子波澜不惊，但绝对是好日子。可是投资政治，你既然能到风浪尖上，当你跌下来的时候也必然很惨。所以说不走寻常路之人，随时得做好一切准备。你得大富大贵，也可能落魄到家。人的这个一辈子的命运，如果始终这样，也是一种选择。说我非要选择追求高的，那你就得想法承受低的时候的苦难，就大起大落，也是这种不走寻常路人的人生常态。当然你要水平高，这个尖儿你尝到了，到有害的时候你能躲开，那是最高明的。可是纵览整个史书，真正能激流勇退的人少之又少。所以菜根谭那句话才成为至理名言，叫做弘未至先元功，兔以亡在乎犬，终非当机作用，风休时休起浪，暗道处便离船，才是撩手功夫。能做到我上面说这句话的，中国历史上查来查去，这一个手都能查得过。